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Mark Douglas 的《自律的交易者》。作者 Douglas 曾在美林公司 Merrill Lynch 芝加哥分公司担任交易员，他先后经历了2次爆仓，并在1982年彻底破产，失去了房子、车子和信用。也正是这次财务清零，迫使他重新认识恐惧自律与交易行为之间的关系。此后，他长期研究交易心理，并创立了交易行为动力公司 Trading Behavior Dynamics， 专门为金融机构和专业交易员提供心理和行为训练。《自律的交易者》这本书是探讨投资领域交易心理学的奠基之作，它直接打破了依靠技术分析就能持续获利的幻觉，揭示了成功的交易 80% 靠心理， 20% 靠方法的客观事实。全书系统性地剖析了普通社会环境与无序市场环境的根本冲突，并提供了一套帮助交易者从被动输家重塑为主动赢家的心理技术框架。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为什么我们在社会中赖以成功的经验，到了交易市场中，反而可能成为失败的根源。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受到外部规则和边界的约束，大人们通过明确的奖惩制度规范我们的行为，顺从社会的期望就能得到想要的东西，违背规则就会受到惩罚。这种环境逐渐固化了一种认知，只要付出时间和精力，遵循既定结构，就能获得相应的回报。在常规职场中，个人投入与收入之间通常存在可以衡量的关系。上满8小时的班，拿到8小时的薪水，花几年时间学习专业技能，职级和待遇也可能随之提高。而交易市场没有这种外部结构，市场是一股永不停歇的价格波动流，没有真正的起点、终点和终点。你按下买入键，这笔交易才对你开始；你主动平仓，这笔交易才对你结束。在整个持仓过程中，没有任何外部规则会保护你的本金，也没有人规定你必须在什么时候离场。在这个没有固定边界的环境中，价格向有利方向波动越远，潜在利润就越大，反之，潜在亏损就越大。新手刚进入市场，只要碰巧做对一次方向，就可能在几分钟内赚到普通人几个月的工资。这种不需要付出对等时间和体力就能迅速获得财富的经历，会冲击他过去形成的职场观念，让他误以为交易是一件轻松的事。很多人把社会生活中的习惯带入市场，期待市场像一位通情达理的管理者，有着明确的规则和边界。就像在赌场的21点赌局中，下注前就知道这一局最多输多少，一局结束，输赢皆清。玩家是主动的输家，可以选择不再下注。市场完全不同，在市场中，交易者是被动的输家，只要不主动平仓，亏损就可能随着价格波动继续扩大。当行情背离预期时，很多人会僵在原地，期待市场自己停下来，就像车辆遇到红灯必须停下。市场不会停，交易者如果不主动设定界限，不为自己的行为制定规则，一笔原本很小的浮亏就可能随着价格持续波动，扩大成难以承受的损失。假设所有交易活动在这一秒停止，定格在屏幕上的最新价格，代表了所有参与者在这一刻对资产价值的一致认同。一笔成交必然包含一个愿意买入的交易者和一个愿意卖出的交易者。买家愿意付钱，是因为他相信价格还会上涨，以后可以高价卖出；卖家愿意卖出，是因为他相信价格会下跌，以后可以低价买回。双方对未来价值的判断完全相反，却在当前价格上达成了交易。这也意味着，从成交后的下一秒开始，必然有一方成为赢家，另一方成为输家。在人类社会中，出众的智商、名校学历或者高级管理职务可以赋予一个人权威。人们习惯用这些外部标签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
并在争论中占据上风。进入交易市场，这些社会标签的价值全部归零。唯一能够推动价格上涨或下跌的力量，是真金白银的买卖订单。如果一个品种创下新低，说明有交易者愿意以更低的价格卖出，而愿意在这个位置买入的人相对较少。即使你翻阅了几百页财务报表，算出这个资产被低估，只要带着资金的交易者继续卖出，价格就会继续下跌。你的判断错了，市场才是对的。很多交易者无法接受自己的研究在市场面前毫无分量，于是四处寻找新闻，试图为账面亏损找出一个合理解释。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场内，这种逃避责任的心理甚至会演变成群体盲从。很多场内交易者每天经手几百份合约，却不愿意随时记录自己的净头寸。他们一直等到收盘才核对手里的交易卡片，祈祷自己没有留下暴露在风险中的仓位。他们不去精确记账，是因为一旦记清楚，就必须为眼前的盈亏承担责任。这种推卸责任的心态还会让交易者导向迷信。Douglas 曾在交易所洗手间里遇到一名场内交易者，对方严肃地警告他不要使用某个小便池，仅仅因为里面吊着一枚1分钱硬币。他认定这是一种不好的预兆，使用这个小便池会带来霉运。当一个人切断自身行为与交易结果之间的联系，就会把决策权交给周围的消息、噪音和偶然事件。价格只会沿着资金力量最大的方向前进。不能适应客观行情的交易者，不仅守不住利润，也无法限制亏损。当主观预期与外部环境发生冲突，大脑会自动启动防御机制。为了回避期望落空带来的情绪痛苦，人会否认、强辩或者为自己辩解，并有选择地接受那些符合原有信念的信息。这种状态就是认知扭曲 （cognitive distortion）。交易者以为自己仍然看见了真实的市场，实际上只是沉浸在经过筛选的幻想中。市场不会为任何人的幻想停下来。随着真实行情与主观预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维持这套幻想所需的心理能量也越来越多，直到两者之间的冲突再也无法掩盖，现实才会突然击碎心理防线。这一刻触发了强迫意识 （force awareness）， 交易者被迫放弃原有幻想，面对自己一直回避的现实，往往也会留下长期的情绪创伤。1981年，Douglas 离开底特律的商业财产保险行业，搬到芝加哥，在美林公司担任交易员。他在芝加哥黄金海岸买下了一套昂贵的公寓，还有一辆保时捷。与此同时，他仍在支付底特律房子的费用，每个周末还要驾车或乘飞机往返两座城市。高消费让他的财务压力越来越大，也让他形成了一个危险的信念：自己只能通过交易赚到大钱，而且绝对不能亏损。当行情与他的仓位方向相反时，他不愿意止损。他把破产的恐惧压在心底，只想着市场迟早会回头。到了1982年3月，亏损吞噬了他几乎所有的财产。他失去了房子、车子和信用，只能正式申请破产。这场财务清零并不是因为市场故意伤害了他，而是因为他一直在逃避破产的可能性。恐惧限制了他的视野，让他看不见市场提供的风险信号，也无法执行本应采取的止损动作。直到真正失去一切，那些用来证明身份和维持面子的物质负担全部消失，他反而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破产并没有毁掉他，他仍然能够思考，也仍然能够行动。恐惧散去后，他第一次看清了市场原本的样子。想在市场中生存，必须放下控制行情的执念，让自己的认知与实际价格波动保持一致，并接受交易中必然会出现的亏损。观察交易行为需要把现实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外部真实存在的物理环境 （physical environment）， 包括肉眼能够看到的客观事物、价格和数据。
第二部分是心理环境 （mental environment）， 也就是大脑对体验进行分类、标识、整理和储存的无形空间。1987年，芝加哥当地有一档名为《芝加哥恶作剧》的电视节目，在密歇根大道上进行了一场测试。节目组给了一个男人大量现金，让他举着一块写有免费送钱仅限今天的牌子，站在繁华的街头。只要有人开口要钱，他就把钱交给对方。密歇根大道上人来人往，绝大多数人却对他视而不见。这个男人主动询问一位生意人要不要钱，生意人摆摆手，回答说今天不需要。整场测试中，只有一个人停下来，问能不能拿$25乘坐公交车。其余人要么绕开，要么把这个送钱的人当成疯子。物理环境正在按照客观事实表达自己，牌子上的文字是真的，手里的现金是真的，免费送钱也是真的。这些行人没有拿到钱，并不是外部环境设置了门槛，而是因为他们的心理环境不相信有人会免费送钱。大脑中的信念无法接受这种可能性，于是自动把眼前的信息解释为骗局、恶作剧或者异常行为。人只能识别自己心理结构能够接受的信息。心理环境中不存在相应的概念，就很难看见外部环境提供的线索。这种内外环境之间的差异，在交易中每天都在发生。盘面上某个品种的价格向上跳动了一个基点，这一个基点的上涨是客观存在的物理现实。面对同一个基点的变化，第一个交易者发现价格重新站上自己的成本线，选择继续持有。第二个交易者认为反弹力量不足，把它看成做空机会。第三个交易者发现价格突破了前期阻力位，决定买入。市场只是客观地上涨了一个基点，这个波动本身没有情绪，也没有发出固定的买卖指令。不同交易者采取不同动作，是因为他们各自心理环境中的记忆、信念和经验，为同一个价格变化赋予了不同意义。你把当前价格看成建仓机会，还是看成必须止损的危险信号，并不是价格本身决定的，而是你的心理结构决定的。刚开始学习驾驶的人坐进驾驶室，通常会紧紧握住方向盘，因为害怕发生事故，他会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前方道路和车辆上。路边的指示牌、沿途的风景，甚至乘客说的话，都会被大脑自动忽略。并不是这些外部信息不存在，而是恐惧收窄了他的注意范围。直到驾驶技术逐渐熟练，对自己有了信心，他才能注意到更多信息。恐惧原本是为了帮助人类避开危险，但当恐惧与过去的痛苦记忆结合时，人反而可能制造出自己最想回避的体验。一个曾被狗严重咬伤的孩子，会在心理环境中把狗与疼痛联系起来。以后无论遇到的是凶猛的狗，还是一只想和他玩耍的温顺小狗，他都会感到恐惧。他的大脑无法区分眼前这只狗是否真的危险，因为过去的痛苦记忆已经替他做出了判断。他会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狗的动作和叫声上，并把任何接近都理解成攻击。交易中的恐惧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改变认知。当交易者带着害怕亏损、害怕犯错的心理进场时，大脑就可能发生认知扭曲。你买入一份合约，随后价格开始下跌，并跌破买入价。此时，市场正在提供客观信息，说明你原来的判断与当前资金力量并不一致。为了回避我错了和我要亏钱了带来的痛苦，大脑会选择性地接受信息。你不再认真观察持续走低的价格，而是打开各种资讯，寻找任何能够证明价格还会上涨的消息，哪怕这条消息并不重要，也会被放大成继续持仓的理由。与此同时，提示趋势恶化、卖方力量增强的信息则会被自动忽略。你害怕亏损，所以拒绝面对亏损；你害怕犯错，所以不愿意执行止损。全部注意力都被用来维持价格总会回来的信念。市场仍然按照资金力量运行，
价格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继续下跌，直到亏损超过心理承受极限，幻想被迫破裂，你才在极度焦虑中平仓。恐惧没有帮助你避开亏损，反而让你制造出了原本最想回避的结果。很多交易者在账户盈利时，害怕已经赚到的钱被市场收回，总是过早平仓；而在账户亏损时，又害怕面对认错的痛苦，选择一直持有。这种截断利润、放任亏损的行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技术分析，而是因为心理环境中的恐惧阻碍了执行。过去失败留下的消极能量储存在记忆中，一旦遇到相似行情，就会让交易者无法按照计划行动。有一位场内交易者，过去一直采用包头皮交易 （scalp trading）， 每笔交易只赚1-2个基点。长期下来，他不仅非常疲惫，账户也在亏损。于是，他决定改变风格，希望每笔交易能够获得7到10个基点的利润。为此，他和顾问共同制定了一套交易计划，在支撑点买入，或者在阻力点卖出。建仓后，如果价格向相反方向波动2到3个基点，就立即止损，用2到3个基点的风险，争取7到10个基点的利润。第一天实盘时，价格一路下跌，逐渐接近计划中的支撑点。按照规则，他应该在这里买入。当价格真正到达支撑位时，他却害怕价格继续下跌，停在原地，一份合约也没有买。市场随后在支撑位企稳，并向上反弹了2-3个基点。他又害怕错过行情，于是追高买入了一份合约。原本7到10个基点的潜在利润，因为进场过晚已经缩小了。价格继续缓慢上涨，但还没有走到阻力位，他的焦虑就开始增强。只赚了2个基点，他便匆忙平仓。随后，价格上涨到计划中的阻力区。按照规则，他应该在这里卖出做空，但他又害怕价格继续上涨，没有行动。直到价格从阻力位下跌了3个基点，他才追着行情做空，赚了1个基点，便再次平仓。收盘后，他非常恼火，抱怨市场波动太快，也把问题归咎于过去交易留下的心理创伤。他没有承认，真正阻碍他的不是市场，而是自己不愿意接受当前的心理状态。过了一段时间，这位交易者想出了一个证明自己的办法。他的交易方式没有改变，仍然是赚1-2个基点就离场，却把每笔交易的规模扩大到20份合约。他以为增加仓位就能证明自己已经不再恐惧。第二天，市场出现了一次正常的反向波动。由于仓位过大，他不愿意按照规则止损。这一笔交易让他亏损了接近$3000，不仅把过去2周半通过包头皮交易积累的利润全部赔掉，还额外亏损了一部分本金。盈利时害怕失去，亏损时害怕认错，让交易者在需要行动的时候失去执行力。如果不处理这些阻碍行动的心理能量，不改变过去失败记忆的消极影响，再准确的行情分析也无法转化为账户中的利润。要打破这种循环，交易者必须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环境的行为规则。在社会交往中，人们习惯通过提出要求来获得想要的结果。掌握了人际互动的规则，就有可能通过语言、权力或者情绪改变外部环境。很多交易者把这种习惯带入市场，在心理上要求行情按照自己的建仓方向运行。当实际走势与预期不符时，他们会感到愤怒。愤怒是一种防御机制，说明外部环境打破了心理平衡。交易者不是在观察市场，而是在抵抗一个自己不愿意接受的结果。一旦开始对市场发号施令，就会错过准确评估走势的信息。市场价格只反映买卖双方的资金力量。当你把注意力放在这笔交易必须赚钱上，视线就会被账户盈亏牢牢控制。只要行情不利于持仓，大脑就可能过滤或者扭曲风险信号。要看清市场结构，
必须把注意力从我要赚多少钱转移到市场现在正在做什么。做到客观观察的前提是接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不要求市场只能沿着一条路径运行。你要像没有持仓一样观察盘面，并不断提出具体问题：目前市场在表达什么？谁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买方力量是否还在增强？价格触及阻力位以后，买家是否仍在继续进场？当前走势是趋势转弱，还是一次正常回调？这些问题会把注意力引向买卖力量和市场结构，而不是账户里的浮动盈亏。当你不再要求市场必须怎么走，不利行情就不会被理解为对自尊心的攻击。大脑不必再通过过滤信息保护自己，那些过去被恐惧遮挡的价格变化、力量转换和风险信号才会重新进入你的视野。交易必然伴随着亏损，问题不在于能否完全避免亏损，而在于能否在亏损扩大之前主动结束交易。很多交易者拒绝在进场前定义亏损，他们把亏损等同于个人能力的否定，一旦建仓后价格向不利方向波动，就停在原地等待市场做出判决。为了不承认自己错了，他们用期盼代替行动，把账户安全交给无法预测的价格变化。要在市场中生存，进场前必须提前定义亏损。所谓提前定义，就是找出一个明确的价位。一旦价格触及这里，就说明最初判断的市场条件已经消失，至少在当前交易周期内，原来的机会已经不存在，或者潜在亏损已经超过了承受范围。当价格到达这个位置时，必须立即平仓，不再分析，不再权衡，不去猜测下一秒是否会反转，也不理会任何试图挽留你的消息。止损会引起心理不适。人在面对资金减少时，会本能地寻找继续等待的理由。克服这种阻力，需要调用自律 （self-discipline）。自律不是一种天生的性格，而是一种心理技术。它让交易者主动打破与目标相冲突的旧信念，使自己的行为与既定目标保持一致。如果你决定把单笔亏损控制在3个基点以内，当行情反向波动3个基点时，就必须压制住再等一等的念头，按照计划平仓。这种操作在初期会让人很不舒服，但随着你一次次在预定位置止损，就会发现，即使方向判断错误，亏损也不会毁掉账户。当你能够自动按照交易策略行动，该止损时就止损，亏损就不再意味着失败，而是一种已经被控制的可能结果。你知道自己能够在风险扩大之前离场，市场也就不再具有夺走全部本金的威胁。恐惧随之减弱，你也能为下一次机会保留资金和心理状态。即使掌握了止损，很多交易者面对交易系统给出的信号时，依然会迟疑。一套经过验证的机械交易系统，通过识别特定的价格模式，提供进场和离场信号。但交易者连续遇到2、3次亏损后，往往就会对系统失去信心，停止使用，或者在下一次信号出现时加入自己的主观判断，试图避开可能的亏损。这种干预源于一个不现实的期望，交易者希望每一笔交易都能证明自己是对的。交易系统无法预测某一笔交易一定赚钱，它只是根据过去的数据和特定市场行为，提供一个具有概率优势的可能结果。系统本身就包含一定比例的亏损交易。当你根据个人感觉挑选信号时，就破坏了系统赖以产生优势的统计基础。要正确执行系统，必须在心理框架中加入用概率思考 （thinking in probabilities） 的能力。你需要接受系统自带的亏损比例，放弃对单笔交易结果的确定性要求。训练这种能力，可以先单独拿出一小部分资金作为学费，仓位必须足够轻，让单笔亏损不会引起强烈的情绪反应。随后向自己做出明确承诺，只要系统发出信号，就严格按照规则执行。出现买入信号就买入，
触及止损点就平仓，不加入个人对行情的猜测，也不因为前面连续出现亏损就放弃下一次信号。这项练习的目标不是让每一笔交易都赚钱，而是训练完美的执行力。所谓完美执行，就是看见系统定义的机会就行动，包括及时执行止损。只有接受系统发出的全部信号，才能直接体验它在长期运行中的真实结果，并把概率数字与实际行为联系起来。你要持续进行这项练习，直到按照规则进出场成为第二天性。盈亏出现的顺序可能无法预测，但只要系统确实具有长期优势，并且每一个信号都得到一致执行，整体结果才有可能呈现正向积累。当你能够毫不犹豫地按照规则行动，就不再需要猜测市场下一步怎么走，也不再依靠直觉与行情对抗，而是让有概率优势的系统持续运行。自律的交易者是一本剖析市场价格波动与个人交易心理的著作。在金融市场里，所有的价格起落只遵循资金买卖的力度。看懂市场的核心，不是去预测它明天涨还是跌，而是接受任何走势都有可能发生。当你明白个人的分析无法左右资金和历史，应对策略就只剩下客观的算账逻辑与买卖动作。进场前算好这笔单子能承受几个基点的试错成本，找准对应的离场价位，一旦价格触碰这个位置，立刻按下平仓键。当机械交易系统给出买入信号时，不去掺杂主观猜测，按规则买入，靠控制单笔亏损额度，利用大样本下的概率优势去累积账户收益。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